您会在大扫除完或是劳动完后，好几天手臂举不起来，或者举到某种程度，肩膀就会疼痛吗？很有可能你已经罹患50肩哦。想问陈医师，50肩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有50肩这个症状？通常是年纪大退化到50几岁、60岁，女生比较容易发生，女生比男生多了3倍以上。比如说最常见的是更年期之后，因为体内荷尔蒙的变化，然后造成她的慢性的肌肉发炎啦，痊愈的速度没那么快好，照样在打扫家里啦，擦窗户啊这类的，那可能不小心它就肌肉有一些拉伤啦，那有损伤就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疼痛而不动，可能慢慢的有50肩的状况发生。还有一个是年轻型的，年轻型就是比如说他有糖尿病或者是有甲状腺疾病等等自体免疫的方面，容易造成体内发炎的情况，那他也容易有50肩的发生。那还有一个，比如说他神经手骨折，然后就固定的姿势，就是没有经常有做到伸展肩膀的动作，这种的就是可能等他要伸的时候发现他怎么卡卡的。那他除了痛的这个症状，他还没有其他的症状会反映出来？它有分成3期，疼痛期大概1个月到9个月，那之后会进入所谓的冰冻期，最常见的是手举到某个高度就举不上去了，快1年后会进入缓解期，渐渐的比较不痛，然后还会角度有慢慢增加，但是时间如果不治疗的话，就会拖到2年甚至3年之后才会好。那医院它是如何判断说，这个病患确实就是50肩，而不是可能像是肌肉拉伤啊等等的？所以一开始，患者通常都是肩膀痛，有的人是会忍住，那他可能就直接进到冰冻期。那如果他是疼痛忍不住，那到医院去就诊，那医师会检查说他的肌肉，比如说像手这样子平举，然后医师会做这个阻抗的动作。那如果他这边会痛，会检查是不是二头肌的问题，那甚至是向下，看是不是三头肌，那甚至有时候会手举边边做这个阻抗动作，看是不是棘上肌的肌肉出问题。那另外一个比较精准的确定就是拍 X 光片，X 光片可以确定是不是有脱臼，甚至是不是骨折。比较严重的，有人说什么有骨癌啦、肿瘤。那另外一个就是照核磁共振 MRI 看这边的关节，然后还有肌肉、软组织，血流的程度，也可以扫超音波做检查，这是比较科学方法去确定的。那如果通常它不只是痛，而且还有没有力的状况，甚至是剧痛，那就会怀疑说是我们所谓的肩袖肌肉撕裂伤。那这一种呢，就是比较不像50肩，它属于肌肉拉伤、撕裂伤这一种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肩胛脊症候群，就是刚刚讲的棘上肌发炎，那它可能会有肩峰下滑囊发炎肿胀，所以造成你往上举某些动作，往上举的动作会疼痛，那是因为疼痛的关系。实际上它动作是可以到位的，就是你在旁边帮助它是不会有卡住的状况，只是会痛而已。那当然，所谓的肩胛脊症候群是可以做针灸的，但是不能做一些比较剧烈拉扯的动作。肩胛脊症候群跟刚刚讲的肩袖撕裂伤，他们拉扯啦一些整复的动作，可能会造成更严重。我们要怎么知道自己有50肩？有没有哪些能自我检测的方法呢？首先第一个要手上举，是否能超过肩膀碰到我们的耳朵，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我们手摸对侧的肩膀，看是不是能摸到肩胛骨上缘，那手肘是否能超过身体的中线。那第三个呢，就是手往后伸，
是否能摸到对侧的肩胛骨下缘。通常50肩的话，他做这些动作会痛，一开始，那后面所谓的冰冻期的话，这些动作就不太会到位了，可能他手伸到腰就上不去了，或者是他手举到某个角度没办法碰到耳朵，当然他有可能会做假动作，就是他的身体会跟着歪掉，就是你看一看我升上去了，对，就是障眼法，对，其实还是碰不到的，是的，这时候还是要到医院去详细做个检查。罹患50肩确实会让人非常不方便，下集我们就带您了解中医如何治疗50肩，以及有哪些方式能缓解50肩造成的疼痛。这里是 Dr. 赵，你又是如何缓解肩膀酸痛呢？请告诉我们。喜欢我们的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也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感谢您，我们下次再见。